终于出来了，连基础感知都无法判断等级。不是等级太高，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遮住了信息。他在控制兽群，兽潮自然会散，他的魔力太强，必须有人牵制。牵制交给你们，那你呢？我去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快躲开！只会直线攻击吗？看来你也不想让我靠近。2辈子加起来，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李小华，你再不行，我可要掀被子了啊！站起来！影子提取成功。精锐级1级李清雅。精锐级，还以为起步就是骑士级。不过也行，我的战力总算起飞了。你是谁？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我的技能什么时候自动装语音包了？你先解释，我为什么会在停尸间？冷静，我叫林烨，是你的学弟。学弟会半夜站在我的遗体旁边？关系建立的方式确实不太常规。我觉醒的是暗影君主，你现在是我的影子士兵。召唤兽？影子士兵不是召唤兽，换个角度看，你也算重生了。全身黑的镜子都照不出来，这叫重生？所以你跑进停尸间，就是为了把我当召唤物？是影子士兵，至少现在比他冷怪强，对吧？你还挺会给自己找功德。我妈要是知道我被一个1级法师带回家，怕是会气得再死一次。纠正，是7X 级暗影君主。下葬了再挖出来也行。你刚才说什么？我说阿姨身体真好。李大校花，你有没有金条、古董之类的？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惦记我尸体还不够，还惦记我遗产？不是遗产，是资源整合。连吃带拿也叫资源整合？房租800，生活费1500，再不优化，我们只能轮流吃泡面。我已经死了，不需要吃饭，所以省下来的那份归我。别墅里应该还有几根金条和金首饰。太棒了，我们速去速回。别急，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为什么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你该不会还对自己的尸体有兴趣吧？你才有那种兴趣。我要把自己的遗体带走。我不干，偷窃遗体可是重罪，我可是守法公民。你刚才撬停尸间门锁时，怎么没想起来？那是特殊情况。你的法律意识还挺会挑时间上线。你现在是影子，有条缝就能钻。好像确实可以。加油！结束后去公园集合。我先搞瓶快乐糖。林烨，小时候爷爷说过，世界上或许真有复活的方法，不管真假，尸体必须先留下，不然以我妈的性格，明天可能直接把我做成烟花。我偷我自己，这事怎么越想越奇怪？算了，先溜再说。大姐，你这是干什么？我藏在阴影里拖着尸体，这样看起来就像尸体自己跑了，是不是很聪明？你高兴就好。你什么意思？明天的新闻应该会非常精彩。真诚第一中学附属医院一具遗体失窃，疑似异教徒所为。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我就知道会这样。至少没人猜到偷尸体的是本人。这句话一点安慰作用都没有。这是新出现的低级地下城，适合1级到10级。正好避避风头，顺便升级。把你尸体藏这里，算不算现实版《盗墓笔记》？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也塞进去。2只普通兽人。我负责主攻。明白，那我负责打 call。什么？加
清雅最强，清雅出手，受人低头。你，清雅加油，清雅无敌！闭嘴！还有你们，也闭嘴！滚！不愧是星城第一天才，实力嘎嘎猛！脱下来，赶紧给我脱下来！不好看吗？这可是正版应援装备，花了我100块呢。我们是来攻略地下城的，不是来开粉丝见面会的。我只有影子提取，本质上就是召唤师。你战斗不就等于我战斗？话糙理不糙，但你还是得脱。行，老板尊重员工意见。到底谁是老板？升级了，正常。队伍击杀的经验会分给职业者。你是我的影子，经验全归我。理论上是。这员工福利，老板很喜欢。职业和潜力决定每次升级的属性增长。我的 S 级冰之剑士每级有5点自由属性，让我看看你有多少。20点，这就是 EX 级职业潜力。很多吗？ SSS 级每次也只有10点，你升1级等于别人升2级。难怪字母比他们多一个。先别乱加，你要根据职业方向。已经加好了。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水桶分配法。你是暗影君主，不是杂货铺。这样哪个属性都不会成为短板。以后我还能大声说，我什么都不缺了。你现在最缺的是正确的加点常识。反正冲锋陷阵的又不是我，我只需要躲在后面压榨员工。这才是召唤师的正确玩法。为什么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站起来。果然如此。这样下去，你真能拥有一支影子军团。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维持影子不耗能量，只要我还有精神力，他们就能无限复活。无限复活？看来我的新员工马上就要扩张了。一键3个，效率真高。他们太弱。优秀员工不需要培训。一件不行就再来一件。能一件解决，为什么要2件？你提取他们就是为了抬你？战斗岗位满员了，剩下的员工转后勤。你还真物尽其力。还是你懂我。爽，攻略地下城也没多难嘛。当然不难，因为走路和打挂都不是你。这招漂亮！闭嘴！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其实还不错？这么逆天的能力，为什么偏偏给了蓝鬼？兽人兄弟们安息吧，虽然不知道你们怎么惹到他了。你再说一句，我先砍轿子。首领是10级精英兽人战士，首领级异兽不能只看等级，普通职业者想单独击杀，至少需要12级。怎么办？没事，有我在，会很。现在才7级，打完首领，估计只能到8级，看来还得辛苦你，再刷几座。你刚才是在担心这个？这就是首领，看着确实比教工壮。坐稳。
20级打10级，这不是代练，是账户托管。冰月斩。解决了。打开箱子的时间了。首领影子呢？箱子不会跑，影子也不会。怎么不开？我突然想起来，我的手可能有点黑。你这信仰挺杂。提高概率，不寒碜。地级兽人皮甲。林业，你的手也太黑了，至少不是空想。扔在地上，兽人都嫌恶脚。别笑太早，看看你的手气。本小姐运气一向极好。1级兽人手套。李大校花手气确实极好，就是前面是不是少了个不好？林业，你给我闭嘴！我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在照顾我，原来他们怕的是我的手气。那只手套别扔，还能卖钱。你连路边的草都不放过，这是可变现资源。最下面藏的是什么？商业机密。站起来。这个倒是比教夫强不少。不错，以后挖矿的主力就靠你了。早上9点进本，现在赶去隔壁，还能赶上晚饭。那是2中给新生准备的地下城，自己魔校的都端了，隔壁学校也不能厚此薄彼。不错，勉强算合格。无聊。刚才什么东西？普通地精吧。哦，继续。这地精首领会隐神？这里已经是地下城最深处，总不能被我们提前打死了吧？那这摊被他顺手拍死了。他工作效率高的有点过底。1天10级，普通职业者1个月都未必有这么快。员工优秀，老板自然升级快。你只是经验一口没分出去。影子上限翻倍了，还多了一个空间背包，足够装下一个小房间的东西。以后连搬运箱都省了。职业者每20级会完成一次蜕变，1到20级是新手，之后是精英、大师和传奇。81到100呢？传奇之上，敏捷94，智力99，A 级潜力必须极端加偏才可能提前突破。你才10级，还是平均加偏。怎么羡慕了？哼，没有。1天2个地下城，晚上该吃点好的。你先把战利品卖了，发财之后先消费也是合理流程。站住！把你从地下城拿到的宝贝全交出来！好，好，好，大家有话好说。几位大哥，你们确定真的要打劫我？就算你今天长了翅翅，也休想从这里飞出去！老大，是长了翅膀，不是鸡翅。我说的就是翅膀！小子，老实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这把刀划到肉可是很疼的。等等，你拿我的舌头！老大，你舔的是开人那边。实践证明，确实很锋利。一人抬头，2人抬腿，那剩下的人干什么？保护撤退。
我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你别说，这匕首质量确实不错，回头得问问他在哪儿买的。学校那边我已经请了长假，他们同意了。看到我是唯一的一级，批得特别痛快，多少有点伤人。你父母今天应该已经到新城了吧？不准备见他们一面？现在不能见。我爸是传奇级职业者，他知道我变成这样，一定会先把你抓回李家。老丈人这么危险？我爸最多只是把你抓回去。如果我妈知道我们现在的关系，她可能会直接给我们配冥婚。你们李家的家庭活动是不是有点过于丰富？所以离他们远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在查清是谁害我之前，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还存在。你确定自己不是死于受潮？越想越不对，我身上有父母给的保命装备，遗体被送回来时却没有任何外伤，像是有人提前把你从棋盘丛上拿掉。现在我藏在你的影子里，对方在暗，我比他藏得更深。会不会是异教徒？有可能。那帮疯子认为异化才是人类的最终进化，凡是他们参与的事，伤亡数字都得翻倍。是谁把李清雅的遗体带走了？那是大人亲自选中的素材。不是我，也不是我。我会一个个查，被我找到，就等着进兽场。林先生，您的职业大照已经注册完成，当前等级为獠牙级，可以接替 F 级和 E 级委托。这两个级别一般给多少钱？ F 级基础报酬500到2000元不等。E 级委托多吗？很多，需要我推荐吗？不用，全部给我打包。不好意思，林先生，您目前持有的是獠牙级证照，一次只能接取1个委托。一个？一个。你们的打包服务还不太成熟。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等主角待遇。等到了吗？等到了一股穿堂风。我越来越怀疑你有间歇性痴呆。找宠物、搬材料，钱少就算了，地点还全在城里。你现在缺钱，这些也能做。我更缺新城外的详细地图，只赚钱不探索，没有长期价值。挂了很久，没人接，说明不是报酬低，就是发布任务的人要求特别多。收集10种獠牙种异兽的眼珠，以及1000毫升心血。仅仅是10种不同异兽，难度就不低。而且要求材料保持新鲜，这已经不像普通1级任务了。发布这个任务的人脑子可能有病。我看看是谁。当我没说。你刚才说得很清楚。反正发布人听不到。普通队伍完成不了，是因为战斗和赶路都需要时间。可我有20个不会疲惫的影子，这个任务很适合我。林先生，已经选好了吗？就这个。您确定吗？这份任务的实际难度远高于普通1级。非常确定。委托人目前位于星城大学，正式开始前，您仍然可以申请取消。接都接了，怎么可能取消？我已经开始累了。林业高速奔跑，99点敏捷，总算有点实用价值了。以后得配套白色刺皮服，再弄个袖剑，不然跑屋顶总觉得缺点仪式感。乔教授人很好相处，就是什么？你进去就知道了。不是，你把话说完再跑啊！你就是接下委托的人。我操！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里面有埋伏。比埋伏更危险。什么？太漂亮了。普通漂亮代表普通麻烦，特别漂亮
代表特别麻烦；里面那种级别，代表未来每天都有麻烦。第一次见我时，你怎么没跑？你那是躺着，追不上我。小弟弟，想去哪儿啊？狐狸精！星城第一中学学生，觉醒时间3天左右，职业登记1级法师。你觉得自己能完成那份委托？我已经接了。我是怕你去给异兽送外卖。放心，我没有免费破送的习惯。这位美女，男女授受不亲，注意行为。你用夹子移我的手，这样比较礼貌。面对我没反应，面对乔青雨还是没反应。难道林烨根本不喜欢女人？林烨，干什么？你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人？有钱少事，不拖欠报酬的。委托报酬翻倍，再送你1颗通用技能石。乔教授真是大气。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刚才不是还怕麻烦？人生有2条原则：第一，避开麻烦；第二，报酬足够时重新评估第1条。在你眼里，我还不如钱和技能石有吸引力。不能这样比较。为什么？您是任务发布人，钱和技能石才是任务奖励。你真的很擅长把人气到说不出话。先测试你的等级，任务目标虽然只是獠牙种，但10种异兽加上时间限制，风险不低。职业面板不是个人机密吗？这里只显示等级，职业、技能属性都不会暴露。刚觉醒3天，3到5级都算正常。10级算正常吗？3天时机，除非你全天不睡，还能连续开挂。那应该不算正常。能量反应很稳定，不像刚刚觉醒的职业者。乔教授，这个数字正常吗？你先别动，可能是昨晚没睡好。需要重新测一次吗？不用，设备没有故障。他开始怀疑人生了。你是怎么在3天内升到10级的？职业秘密不能免费问。再加1颗法师技能石。成交。单人通关并不稀奇，可那都是高级职业者反刷低级华夏城。他觉醒3天，竟然连续通关1座同级副本，你真的没有说谎？技能石什么时候给？你只关心这个？乔教授，我都如实回答了，你该不会想赖账吧？委托结束后一起给你，我先去换衣服。坐好，不许乱跑。等待时间算不算任务工时？他怎么突然生气了？可能是更年期提前。教授看着还挺年轻。你在干什么？消除气味。乔教授身上的香味太有真实度，野外有嗅觉敏敏的异兽，带着这种味道，等于在黑夜里举着火把。你脑子偶尔确实挺有用。什么叫偶尔？正常绕星城1圈需要接近10小时。异兽领地距离城墙更远，加上寻找和战斗，12小时肯定不够。正常方式当然不够，所以我们走直线。走吧，小弟弟。确认一下，12小时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离开这个房间。林烨，你突然靠这么近干什么？冒昧了，乔教授。什么冒昧？林烨，你在干什么？节省赶路时间。抓稳！你先把我放下来！乔教授，接下来会有一点刺激。这就1点！支配者之手还能这么用？你现在才发现？实战出真值！检测到异常高空移动目标。你提前规划过路线吗？现在正在规划。你这个回答一点都不让人安心。现在可以坐车了吗？
坐车会堵，我们已经领先导航15分钟了。半个小时，效率还不错。别跟我说话。乔教授，准备好。准备什么？准备看我上班。这些全都是你的召唤物。纠正一下，这不是召唤物，是我的影子军团。12级兽人，11级地精刺客，这个人形影子，21级。教授，员工资料属于公司机密。你还真把他们当员工？20名影兵，还有一个21级主力。10级地下池对你而言，确实跟游乐园没区别。留下10只活头，其他全部清理。要完整的眼睛和心血。明白。散开。叫完了，那就轮到我们了。冰域，10只活口，其余清理干净。就升了2级？我负责指挥。你什么都没做，你从刚才开始只说了2句话。优秀的老板不需要事事亲力亲为。林烨，你真的是高中生？教授，你不会因为我是学生就想降低报酬吧？我只是随口问问。我一个孤儿，好不容易觉醒职业，人生刚开始就遇到黑心委托人。停！不到10分钟，员工多，效率自然高。你刚才是不是又在外面加价？正常业务沟通。眼珠左右都要。心血需要取出心脏再挤进瓶子吗？你为什么说的这么熟练？第一次，所以要确认流程。第一项完成。材料没有特别药用价值，10种异兽却正好环绕星城。任务条件不像研究，更像解除 buff。还剩11小时15分钟，立刻去下一处。受 buff 的职业吗？你说什么？你在干什么？更新军团配置，地面单位够多了。现在站起来。现在缺空军。你的召唤物还能替换升级？10只，全都是影子召唤兽。很好，影子空军正式成立，就差水里能游的海陆空3军就初有规模了。这只速度最快，正好当坐骑。等等，你不会是想让我骑这个吧？啊，你慢一点。起飞！目标：铁镜野猪。原来如此。发现目标，数量不少，至少有10几只。数量越多，效率越高。你们这群笨蛋，别抬我！唉，我在想，这次委托估计要失败了。为什么？你的召唤兽已经没了一半，接下来还能怎么继续？还差最后一种。狂月熊9只，那只狂月熊首领20级。怎么会这样？原本还有几个小时，现在只剩半个小时了。半个小时，搞不定的。只剩半个小时，我不是人吗？我也是职业者，好不好？你想做什么？那可是20级首领。当然是亲自下场。
唧唧歪歪的喊什么？好。还敢起来？还有谁不服？终于恢复了。教授，任务完成了，你该不会想赖账吧？姐姐，我是那种赖账的人吗？2枚法师技能石，1枚通用技能石。等等，你知道这3枚技能石值多少钱吗？不是任务报酬吗？普通技能石就已经价值几10万金币，法师技能石更难得。至于通用技能石，足够让很多职业者抢破头。这么值钱？现在才知道。任务完成 ，buff 也解除了。那我们就算钱货两清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等等，你就这么直接用了？这是范围攻击技能，看起来还不错，试试看。这个威力已经接近中阶法术了。范围还可以，就是消耗有点大。你刚才只用了不到1成魔力，这枚最好先鉴定一下，万一是稀有技能，你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人呢？在你脚边。可以借助其他人的影子移动，只要影子相连，就能瞬间穿过去。这算什么法师技能？这叫战术机动。这个一定要慎重。通用技能时可以学习任何职业的基础技能。那就选个最实用的。有人来了，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你们是谁？这里的猎物归我们了。银狼冒险团。这些材料是我们完成委托后采集。你们有证据吗？什么东西？证据没有，但我有办法让你把手留下。林叶，小心！你们团长没教过你们吗？抢东西之前要先问问主人同不同意。23级，难怪敢直接抢材料。你才18级，别硬拼。等级差5级而已。听起来你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确实不值得我放在眼里。空军，准备俯冲。上面是什么？攻击！它能攻击空中目标。召唤师失去召唤兽之后，你还能做什么？你说的对，所以接下来不让他们动手了。你到底是什么职业？我不是说过了吗？召唤师。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18级的召唤军有什么本事。我不是普通召唤军。乔教授，你们还在狂月山谷吗？是，任务已经完成。那请立刻返回学院，城外侦测到大规模魔兽潮，数量至少上千。魔兽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不是突然出现，是被什么东西赶过来的。走吧，教授。去哪儿？回城打仗。魔兽潮已经接近外城了。还有多少时间？最多10分钟。那就赶在他们进城之前解决。上空单位报出身份。学院调查队奉命返回支援。开侧门，让他们进来。好，来了。普通攻击挡不住，准备魔法炮。冰霜领域展开，只能减慢速度，减速就够了。那是什么技能？
清场用的。有高级魔兽混在里面。他至少有30级。你的等级差太多了，别正面接触。那就不正面接触。找到弱点了。他的胸口没有防御。那就从里面打穿。李烨，低头！还没结束。暴君死后，兽群没有撤退，这不符合魔兽巢的规律。他们不是被赶来的。什么意思？那里有东西在命令他们。魔兽领主比领主更麻烦。城墙撑不住了，必须转移平民。你能挡住这一波吗？挡不住，但我能把他们全部拖住。终于出来了，连基础感知都无法判断等级。不是等级太高，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遮住了信息。他在控制兽群，兽巢自然会散。他的魔力太强，必须有人牵制。牵制交给你们。那你呢？我去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躲开！只会直线攻击吗？看来你也不想让我靠近。找到继承影子的人。原来兽巢的目标不是城市，是我。连影子都能伤到吗？那就看看，是你的眼睛硬，还是我的刀更快。防御力还挺高，不过防御也有极限。林烨被拖住了，现在清除通道。他的魔力在快速提升，不是提升，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急着拼命，说明他也开始害怕。林烨，我冻结他的行动。我负责破坏他的防御。那我负责最后一击。找到了，这就是控制兽巢的东西。青雅，推开！应盾，锁定核心。替我告诉你的主人，这座城不是你们能碰的。控制解除了，他们会冲进城市。影子军团，封锁所有缺口。影子终于再次苏醒。你认识我？不是你，是你体内的那位。把话说清楚。去问你的影子。魔兽巢真的结束了。至少第一波结束了。第一波。说。教授，狂月山谷、黑岩森林、北境荒原同时出现了相同的魔力波动。不是城外。什么？那座祭坛就在城里。地下有异常空间。你终于听见谁在说话？我就是你力量的源头。你是谁？曾经的影子之王。他想控制你。控制？不，我只是想取回属于我的身体。地下祭坛启动了。他不是在召唤魔兽。那他在做什么？回来吧。想要我的身体，
就自己出来拿。全民航海求生游戏开启，每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特性获得一艘绑定船只载具，通过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载具来躲避黑雾。在这里，你的载具是一头休眠期的深海星兽。在这里，你需要注意的事宜只有一点：保持前进，不要被后面的黑雾追上。深渊黑雾目前的速度为10节每海里，请注意保持理智正常，否则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每人的初始理智都是100，当低于50时，则会癫狂。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脏，低下头开始打量我安身立命的船。在视野的右上角浮现出了它的属性面板：共生星兽、盲目吞噬者幼体、耐久300、气血300、载重量400单位、游动航速40节。状态描述：一坨除了吃什么都不会的深渊原生史莱姆，它现在饿得能吞下你的脑子。这评价还真是一针见血。我脚下这座直径大概30多米的肉岛，最前端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只有一个长满了一排排倒刺般利齿的深渊巨口，正无意识地开合着，发出咕噜咕噜的雷鸣般饥饿声。我撇了撇嘴，看你这黄不拉几软趴的样子，以后就叫你大黄吧。老子瘫痪12年都没死成，难道还会怕一头软体动物？视野边缘的区域聊天频道正疯狂闪烁着，无数求生者正在里面宣泄着恐慌。我操！我的初始星兽是一只神风巨蟹，它的贝壳像钢铁一样硬，还能喷吐水箭。系统保佑，这把稳了！神风时髦算个屁，老子的钢铁甲虫才是永远的神，自带防御堡垒。都别吵了，赶紧钓鱼吧！一帮空军佬，这帮畜生饿极了会咬人的。系统发的那根血肉捕晕叉，我根本扔不准啊！钓了1天的烂木头，难道说这次终于能钓上来能吃的了？我顺着提示看去，果然在大黄的边缘连接着一根如同血管般粗壮的肉质锁链，末端绑着一个锋利的骨质倒钩，这就是所谓的捕捞工具。也就是说，这海里能钓上来一切物资，但也可能弄上来要命的怪物。我活动了一下12年未曾舒展的筋骨，抄起捕鲸叉，走到肉岛边缘，看准海面下一个正散发着幽光的阴影。我腰部发力，狠狠地掷了出去，血肉锁链瞬间绷紧，我双臂猛地发力，肌肉暴起，硬生生将水里的东西给拽了上来，一声摔在肉质甲板上。那是一条足有半米长，浑身长满了绿色脓包，并且腹部还长着人类般眼球的畸形怪鱼。提示：你看见怪鱼理智下降2点。操！精神污染啊！想我理智降低自杀就直说，你管这东西叫鱼？我感觉脑子里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微微刺痛。这世界最重要的就是理智值，这破鱼看一眼就扣血，这还怎么玩？我强忍着恶心看了一眼物品说明：深渊鱼重无毒可食用，吃它需要勇气，但可能会降低理智值。区域频道里正有个狠人在炫耀，兄弟们不管了，去头可食。生吃长腿沙丁鱼，你的理智下降2点。呵，鸡肉味嘎，崩脆好吃。我冷笑一声，对自己狠，老子有巨兽，凭什么自己吃？我一脚将那条疯狂扑腾的怪鱼踢到了大黄的巨口边缘，大黄闻到腥味，裂开血盆大口，连嚼都没嚼，直接咕咚一声吞了下去。你的星兽吞噬了深渊杂食，大黄的饥饿度缓解是大黄消化不良，触发深渊反刍。大黄巨大的身体猛地一阵痉挛，紧接着伴随一声沉闷的打嗝声，一个沾满了粘稠透明胃液的墨绿色浮木宝箱被他吐在了甲板上。这不就是别人在海里捞的物资宝箱吗？别人开木箱，老子开胃囊，这爆率可以啊！我强忍着那股刺鼻的酸臭味，用捕鲸叉挑开了肉囊，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石头，以及一把造型古怪的破旧碎发枪。获得深海灵石乘2生火的绝佳材料，获得破旧的碎发枪，5成概率能打响。希望别在关键时候卡壳。好东西至少晚上有了防身武器。然而好景不长，当天色彻底暗下来，一轮散发着惨绿色光芒的月亮升起时，异变突生。原本安静趴在海面上的大黄突然发出了极其痛苦的嘶鸣，他的肉质甲板开始疯狂的起伏痉挛，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在他的体内爆炸一般。警告：你的星兽误食了重度污染的怪鱼，引发胃部急性寄生虫感染。警告：不明生物出现。什么东西？我猛地抓紧了碎发枪，死死盯着脚下的肉质甲板。距离我不到5米的地方，坚韧的肉质甲板突然被一根布满倒刺的黑色尖刺从内部硬生生撕裂，伴随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一条足有大腿粗细，通体呈现暗红色，头部如同一个巨大绞肉机般的恶心蠕虫从大黄的体内钻了出来，极度恶心的气味。你理智下降5点，他正在啃食你的星兽，试图将这里化作他的巢穴。狭路相逢，在这有限的肉岛上根本无处可逃。如果大黄被吃空了，我也得掉进黑雾里等死。那条铁线血虫发出尖锐的嘶鸣，张开满是利齿的口气，如同弹簧般朝我扑了过来。如果被这东西扑倒，我绝对活不了。我就地一个翻滚，惊险地躲开了这致命一击。血虫扑空，狠狠地撞在肉质甲板上，溅起大片带有腐蚀性的毒液。虫子的速度极快，转头再次扑来。我举起碎发枪扣动扳机。操！在这时候恰克，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开始变得昏沉，
耳边似乎响起了无数人在疯狂嘶吼的幻听。警告，你的理智值已低于50，你已进入癫狂状态。就在系统警告红光疯狂闪烁的瞬间，警告，你的理智值已低于50，你已进入癫狂状态。就在系统警告红光疯狂闪烁的瞬间，我眼中的恐惧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极致的冷静和暴躁。瘫痪12年养成的重度洁癖和对身体的绝对掌控欲，在这一刻被癫狂状态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彻底引爆。在我现在的眼里，这条恐怖的深渊寄生虫不再是致命的怪物，而是一团正在弄脏我家地板的不可饶恕的巨型活体垃圾。因为之精神执念，你的癫狂状态发生异变，你激活了专属隐藏天赋极致共生狂热铲屎官，进入癫狂。你现在变得无所畏惧，力量与敏捷临时提升。你对试图污染你神兽领地的目标将产生真升级别的破坏力。你他妈的把老子的甲板弄得到处都是粘液！我眼底闪过一丝骇人的血光，我不退反进，迎着那张开的血盆大口，手中的捕鲸叉如同雷霆般精准的刺出。噗嗤，这一插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从血虫张开的口气中狠狠贯穿进去，将它死死地钉在了肉质甲板上，谁都不能阻止我活下去。血虫疯狂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倒刺在我手臂上，刮出深可见骨的血痕，但我却像毫无痛觉一般，眼神冰冷得让人害怕。不准动，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我拔出腰间锋利的骨刀，一脚踩在血虫的脑袋上，手中的骨刀化作残影，一刀、2刀、3刀，带着极度的强迫症，将这条血虫硬生生切成了大小极其均匀的数十节肉块，直到最后一块肉停止了抽搐，我那双猩红的眼睛才逐渐恢复了一丝清明。你已击败异常怪物，由于你完美捍卫了星兽的领地，大黄对你的好感度提升，他愿意为你吐出深处的秘密。大黄再次张开巨口，这一次他吐出了一个1人多高、通体由暗金色金属和某种未知生物骨骼打造的巨大机器。机器的正面还有一个类似于投币口的装置。系统提示：怪物扭蛋机开放，你们可以往扭蛋机里投入怪物的尸体组织，获得扭蛋金币。到底是谁说进入癫狂会死的？破系统骗我，明明这么爽！来啊，大黄，把这些弄脏甲板的垃圾全给我塞进扭篮机里去抽奖！我大口喘着粗气，看着眼前的巨兽反刍熔炉，狂笑不止。但就在这时，大黄背部的肉质气孔里突然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粘液摩擦声。警告：检测到深度寄生体苏醒，深海藤壶尸鬼从深兽的呼吸孔中爬出。他曾是上一任被吞噬的求生者，现已被深渊彻底同化。你的精神锚点下降10点，钢拳35，处于深度癫狂。一只浑身长满灰白色尖锐藤壶、血肉模糊的人形怪物嘶吼着从气孔里硬生生挤了出来，它身上滴落的灰绿色湿水瞬间在暗红色的肉质甲板上腐蚀出一片焦黑的坑洞。操，还来！我眼角的肌肉疯狂抽搐。如果是正常人，面对这种视觉冲击力拉满的恶心怪物，恐怕早就吓得腿软了。但在狂热铲屎官的天赋加持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弄脏了老子的地盘，他竟然敢堵塞大黄的呼吸孔！你他妈的也给我进去！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抄起旁边沾满虫血的骨质捕鲸叉，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扑了上去。藤壶尸鬼挥动着长满利刺的手臂朝我砸来，一根尖刺瞬间贯穿了我的左肩，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痛觉免疫的状态让我彻底变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战斗机器。给我碎！我借着冲力一脚将他踹倒在甲板上，拔出腰间的骨刀，顺着他脖子上藤壶的缝隙狠狠扎了进去，用力一脚，深色的脓血喷涌而出。你已成功击杀深海藤壶尸鬼，你完成了惊人的双杀。直到这只尸鬼彻底停止了抽搐，天边终于泛起了一丝浑浊的微光。清晨到了，随着阳光洒在海面上，我那跌破50的精神锚点开始缓慢回升，眼前的猩红滤镜也逐渐褪去。痛觉免疫的时间一过，肩膀上迟来的剧痛差点让我直接跪在地上。真他妈疼！我捂着伤口，冷汗直冒。就在这时，一道宏大冰冷的机械音在所有求生者的脑海中炸响。清晨已至，第1轮深渊洗礼结束。通报：昨夜共有1亿求生者死亡，其中有1位求生者完成了惊人的双杀成就。原本死气沉沉的区域聊天频道瞬间爆炸了。我操，1亿人就这么没了？双杀？谁这么牛逼？昨晚一只长着脚的蛤蟆跳到乌龟背上，我差点被吓尿了。居然有人能连杀2只怪物！大佬求保护，我手里有淡水。我是纯情女大，我还会暖床。楼上的你一个抠脚大汉，暖什么床辣眼睛？看着频道里刷屏的消息，我扯了扯嘴角。原来只要熬过昨晚，精神锚点就会有所恢复。而且陷入癫狂状态的我，不仅没有自残，反而因为极度的洁癖和强迫症，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战斗力。只要我能控制住这股癫狂，这就是我在这片死海里保命的最大底牌。系统正在根据战绩发放专属天赋解锁条件。巨兽反刍熔炉已全面激活，请投入祭品。我赶紧打开自己的面板，想看
看看这破系统给我发了什么终极天赋。这他妈是什么坑爹条件？什么是0分3？让我给这肉岛铲3次屎吗？聊天频道里也是一片哀嚎，有人要求呼吸300万次，有人要求走10万步路。看来这系统的天赋解锁就是个纯纯的盲盒。算了，先抽奖。我忍着剧痛，把昨晚砍碎的铁线血虫和藤壶尸鬼的残骸一股脑全塞进了巨兽反出熔炉的巨大头壁口里。机器发出一阵轰鸣，顶部的排气孔喷出一股绿色的烟雾，随后一个散发着蓝色光芒的肉色胶囊滚了出来。获得女肽胃酸薄膜良品，功效：捏碎后涂抹全身，将散发出令低等深渊生物厌恶的强酸气味。10分钟内，你将被视为不可食用的排泄物，极大降低被主动攻击的概率，但使用后会扣除20点精神锚点。虽然说明极其恶心，但这是实打实的保命神器啊！哈哈哈！我小心翼翼地把胶囊收进贴身的口袋里。警告：状态异常，伤口重度感染，气血值下降至14100，即将陷入休克。面板上的红色警报把我拉回了现实。昨晚那只尸鬼在我肩膀上留下的贯穿伤正在疯狂流血，连带着大黄也感受到了我的虚弱，发出了焦躁的低鸣。就在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时，一阵奇怪的机械马达声从前方的浓雾中传来。一头背上被强行植入了大量生锈金属管道，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深海星龟缓缓破开了海雾。巨龟的金属甲板上站着一个穿着被海水浸透的白大褂、戴着护目镜的女人，她手里举着一把类似高压电击枪的自制武器，正冷冷地盯着我。你就是那个一夜之间在星兽背上完成了双杀的人。你是谁？别靠近，不然我不保证大黄会不会一口吞了你这破铜烂铁。女人看了一眼我脚下的大黄，又看了一眼地上的大片血迹，嘴角勾起一抹毫无感情的弧度。我叫楚夏，一名星兽武装改造学者。原来是个偷窥狂，那你想干什么？你快死了！楚夏举起另一只手，手里拿着一只装着绿色液体的注射器。这是高浓缩的细胞修复凝胶，能治好你的贯穿伤。条件是跟我去前面那座浮尸礁石，那上面有一只正在繁衍的幻鹰海妖，替我杀了它，我要解剖它。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注射，你最多还能撑5分钟。楚夏平静地陈述着事实，仿佛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就在这时，大黄突然兴奋地咕噜了一声，巨大的胃部发出一阵如雷鸣般的轰响，大量的消化液从甲板的边缘渗出。他似乎对前面那座礁石上的东西充满了极度的食欲。好，成交。但如果你敢耍花样，大黄会连你带那只病龟一起嚼碎了当零食。我死死盯着楚夏手里那只冒着诡异绿光的注射器，又看了一眼自己肩膀上正往外狂喷黑血的血洞。你现在的失血量已经达到了致性临界点，再犹豫10秒，你的大脑就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楚夏推了推鼻梁上的护目镜，声音冷得像海里的冰渣。算你狠！我一把夺过注射器，咬着牙对着大腿肌肉狠狠扎了下去，冰凉的液体瞬间推入体内，紧接着一股如同岩浆般的灼热感顺着血管疯狂蔓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肩膀上那撕裂的肌肉纤维正在以一种违背生物学常理的速度强行交织愈合，痒得让人想把皮挠破。提示：你注射了高浓缩细胞修复凝胶，你的贯穿伤已强行愈合，气血值恢复至80.100。警告：该药剂含有未知的深渊刺激性成分，你的神经末梢正处于极度亢奋状态。我粗重地喘息着，从肉质甲板上站了起来，除了感觉像是1天1夜没睡，却喝了10罐红牛一样亢奋外，伤口居然真的全好了。但愿你没在里面加什么见不得人的强料。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转头操控大黄调转方向，等上了那座礁石，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我在心里暗骂，大黄在海面上乘风破浪，那股浓烈的腥臭味越来越重。大约航行了10几海里，前方的浓雾中终于浮现出一座惨白色的巨大岛屿。不，那根本不是岛，而是由无数巨大海洋生物的白骨和生锈的沉船残骸堆砌而成的。浮尸礁石刚一靠近，一阵空灵凄美却又透着一种说不出诡异的歌声顺着海风飘了过来。你听到了未知生物的诱捕声波，你的精神锚点下降2点。操！我捂住耳朵，这什么鬼声音？听个曲儿都要扣精神锚点。楚夏站在他那艘破破烂烂的金属星龟上，眼神狂热地盯着礁石深处。那是魅灵渊女的求偶声带发出的次声波，
这种生物通常会在交配后将雄性吞噬。他转头看了我一眼，镜片上闪过一丝反光。像你这种雄性生物，如果意志力不坚定，精神锚点会掉得更快。怎么，你想去试试被吞噬的滋味吗？老子对人兽恋没兴趣。我朝地上啐了一口，这疯女人脑子里除了解剖和实验，到底还有没有点正常人的逻辑？大黄的肉质边缘靠上了苍白的骨胶，我让大黄在水里待命，自己提着那把破碎发枪和骨刀跳了上去。楚夏紧跟其后，手里端着他的高压电击枪，像个随时准备记录数据的冷血观测者。刚走没2步，我就在几具干瘪的尸骸旁边发现了一簇长着暗红色斑纹的奇怪球状物——深渊囊果，一种罕见的深海半生植物果实，富含高能营养液，食用后可大幅度提高体力恢复速度。好东西！我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准备把这些果子全摘走。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尖笑声猛地从头顶的骨架废墟中炸开。快堵住耳朵！是元女的次声波矩阵！楚夏大喊一声，迅速按下了耳边的一个机械按钮，一层隔音薄膜瞬间覆盖了他的耳朵。我反应慢了半拍，那尖笑声如同实质般的钢针，狠狠刺入了我的耳膜。你遭受到魅灵渊女的次声波直击，你的精神锚点下降5点，持续暴露在声波中，理智将成倍数崩溃。我眼前的世界瞬间出现了重影，强烈的眩晕感让我几乎站立不稳。警告，你的精神锚点目前为45，已低于50点界限。你已陷入癫狂，视线再次被猩红的滤镜覆盖，那股熟悉的想要毁灭一切弄脏我视线之物的狂躁感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你他妈的吵死了！我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骨架上方，那里趴着一个上半身是美艳女人，下半身却是长满恶心吸盘和锋利鳞片触手的怪物。就在我准备发飙的时候，头顶的废墟突然轰隆一声塌陷了。哎呦我操，救命啊！一个穿着厚重黄铜潜水服、胖得像个球一样的男人惨叫着从上面砸了下来，好死不死的落在了我和魅灵渊女中间。主啊，宽恕我的罪孽吧！胖子连滚带爬的往我这边缩。兄弟，救命！我是齿轮神教的赵启，我的船被这怪物掀翻了，求你救救我！机械之神会保佑你的，滚开，别挡道！我一脚把这个碍事的胖子踹开。魅灵渊女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下半身的触手猛地拍打在礁石上，一股粉红色的浓雾瞬间从她身上的腺体中喷涌而出。吸入高浓度致幻孢子粉尘，精神锚点骤降10点，当前精神锚点35，极度危险。咯咯咯！渊女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巨大的触手如同闪电般卷住了我的腰，将我整个人狠狠拽向她那张突然裂开、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陆仓、楚夏站在不远处，非但没有开枪救援，反而疯狂地在手腕的仪器上记录着什么。体征数据正在飙升，千万别死。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这臭娘们居然拿我当小白鼠！渊女的獠牙狠狠刺入我的肩膀和胸腔，剧痛瞬间被癫狂状态下的痛觉免疫所屏蔽，但系统那刺耳的警报声却在脑海中疯狂回荡。警告，气血值严重不足，生命体征即将归零。旁边的胖子赵启已经吓得抱头鼠窜，拼命往海里跑。疯了，都疯了！那家伙被吃了，下一个就是我啊！就在渊女准备将我彻底咬碎吞下的那一刻，检测到宿主濒临死亡，神元法则受到极度挑衅，隐藏天赋解锁条件达成，临时激活终极求生被动，绝对排斥反应，死神俱在。天赋说明，当气血值低于1或受到致命伤害时，强制锁血，气血值绝不低于1点，持续5分钟，期间痛觉完全丧失，处理之外所有基础属性暴增200，代价精神锚点强制扣除50点，结束后将进入长达24小时的极度虚弱期。一股极其恐怖、狂暴的力量瞬间从我骨髓深处炸开，我双眼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想吃老子？你的牙够硬吗？原本被触手死死缠住的双臂，肌肉如同充气的气球般高高隆起，硬生生撑开了那恶心的触手。给我开！双手死死抓住渊女上下颚的獠牙，竟然硬生生将那张足以咬碎钢铁的巨口给一点点掰开了。去死吧，丑八怪！我抽出腰间的骨刀，借着狂暴的力量，顺着她张开的下颚狠狠地捅了进去，用力一划，腥臭的内脏和蓝色的血液如同瀑布般喷涌而出，淋了我一身。渊女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抽搐了几下，最终无力地瘫软在白骨礁石上，彻底死透。我站在血泊中，剧烈地喘息着，宛如一尊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你已成功越级击杀魅灵渊女，警告，绝对排斥反应，剩余时间1分钟。楚夏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看着满地的蓝血和我这副模样，眼神狂热的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你的肌肉密度，你的肾上素分泌机制，完全违背了常规生物学。你到底是什么构造？我猛地转过头，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手中的骨刀还在滴着血。你想干什么？楚夏被我野兽般的眼神盯得后退了半步，手指下意识地扣紧了电击枪。解药交出来！别装窜了，那个修复凝胶根本就有毒，对吧？
不然我怎么会突然发狂，力气变得这么大？你以为是你中毒了？少废话！我的锁血时间还有30秒，交出解药，不然我把你切成一块一块的喂大黄。10、9。就在我准备动手吓唬吓唬他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嗡的一声，绝对排斥反应，时间结束，惩罚机制启动，进入极度虚弱状态，全属性下降80。我的话还没说完，体内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瞬间被抽空，双腿一软，我两眼一黑，直接栽倒在楚夏的脚边，彻底失去了意识。在闭上眼睛的最后一秒，我隐约听到楚夏发出了一声极其变态的轻笑。太好了，终于可以安静的采集样本了。头痛欲裂，我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里甩了3天3夜，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在疯狂叫嚣着抗议。你终于醒了，你的神经韧性超出了我的预期，居然只昏睡了13个小时。耳边传来一个没有任何起伏的冰冷女声，我猛地睁开眼，视线还有些模糊，一股浓烈的防腐剂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直冲鼻腔。入眼的是楚夏那张戴着护目镜的脸，她手里正举着一把带血的手术刀，旁边那具魅灵冤女的尸体已经被大卸8块，各种器官被整齐的分门别类，泡在几个透明的玻璃容器里。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发现脑袋还在，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自己虚弱的连抬起手臂都费劲。那该死的绝对排斥反应带来的24小时虚弱期简直要命。别紧张，我只是在研究你的同时，顺便帮你处理了一下个人卫生。我用冤女的坚韧负磷和一些海底纤维，帮你重新缝合了一套抗腐蚀防护服。手艺有限，凑合穿吧。我低头一看，这女妖体型这么大，你把她拆成这样，那些多余的骨头和肉你放哪儿了？我环顾四周，这片白骨礁石上除了我们俩，并没有多余的堆放点。楚夏拍了拍腰间一个巴掌大小的银色金属盒，这是量子折叠腰包，能提供1方米的亚空间用于储存，无法被窃取。我毫不掩饰自己的眼馋。高级货。不对，陆仓，我已经成功解锁了星兽武装学者职业，我获得了在星兽背上建造专属血肉培养室和研发各类基因魔药的能力。作为代价，我的精神锚点上限永久扣除了20点，但我获得了在星兽背上建造专属血肉培养室和研发各类基因魔药的能力。所以呢，我靠在骨头堆上，冷笑一声：“你想拿我试药？我研发出了新的恢复药剂。你昏睡的时候，我见你心率过低，已经给你注射过半支了。”楚夏随手抛过来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浑浊的绿色液体。事实证明没毒，你可以把剩下的喝了。我脸一黑，这疯女人果然还是拿我当了小白鼠。但感受着体内那股缓慢流淌的暖意，我还是咬着牙把剩下的半瓶灌了下去。那味道简直就像是用放了1个月的臭袜子熬出来的汤。你服用了初期细胞愈合剂，虚弱状态缓解时，体力缓慢恢复中。说吧，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抹了一把嘴角的药液，盯着他。我的金属新规已经报废了，在这片海域没有载具等于死亡。我希望你能庇护我，让我留在你的星兽上进行研究。活着的你比死了的你有价值。楚夏面无表情地说道。新世界舰队的首领能蛊惑人心，我们如果不合作，迟早会被吞并。我沉默了。这女人虽然是个解剖狂魔，但脑子绝对好使。我的天赋极其消耗精神锚点，而她恰好能研发魔药，这种组合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生存搭档。我答应了，但你最好收起那些危险的小心思。合作愉快。这些是我之前收集的深海巨兽骨粉和沉船精炼钛扛筋，全部归你，用来让你的星兽进阶。大黄，来饭了。我吹了个口哨，早就在海里饿得转圈的大黄立刻兴奋地扑上了礁石。他张开那张深渊巨口，将楚夏拿出的材料以及冤女剩下的残骸一股脑地吸了进去。你的星兽吞噬了大量高阶资源与变异血肉，满足进阶条件。盲目吞噬者幼体开始进化。肉眼可见的，大黄的身体开始剧烈膨胀，原本只有30多米直径的肉质甲板疯狂向外延伸，最后足足扩大到了近60米。不仅如此，在甲板的外围长出了一圈坚硬如铁的惨白色骨质状结，甲板中央也隆起了一个巨大的肉质腔体，看起来像是一个粗糙的封闭船舱。星兽盲目吞噬者2阶耐久气血1000流动航速60阶特性解锁深渊骨甲防御力提升初级共生舱提供避雨休息空间。虽然大黄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狰狞丑陋了，但那股厚重的安全感却是实打实的。就在我们准备登上新船舱休息时，系统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彻整个世界。全频道公告：当前海域中星兽进
进化至2阶的求生者数量已突破1万名，深渊生态将迎来新的变化，一场前所未有的深渊涡流风暴即将降临本海域，暴风雨中将伴随大量的畸变群落，请各位求生者做好迎击准备。公告一出，区域频道瞬间炸开了锅，前所未有，1万名2阶大佬惹的祸，为什么要我们这些1阶的萌新来承担啊？风暴要来了，谁有防水布和加固材料？我高价收，完了，我的木筏星兽刚才被海怪咬残了，这风暴我死定了。妈妈，我想回家。别吵了，刚才海面上突然飘过来好多红色的鬼火灯笼，你们有谁遇到过吗？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看着频道里绝望的哀嚎，我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你现在能查看到风暴的规模吗？这是超强度的气旋，我们也至少需要在风暴里硬抗6天才能冲出去。6天，我咬了咬牙。大黄刚进阶，急需补充能量。我们手头的物资加上那些破果子，连1天的量都不够。如果不在风暴里被撕碎，也会被恶风的大黄反噬。趁现在风暴还没完全成型，去钓鱼。你疯了！这种天气，鬼知道你能钓上来什么？怕什么？风浪越大，鱼越贵。我将一根从冤女身上抽出来的坚韧肉筋扔给楚夏，把自己和我绑在甲板的骨刺上。要是被浪卷下去，我可不负责捞你。话音刚落，天色骤然黑了下来。刚才还算平静的海面，瞬间被狂风撕裂出10几米高的巨浪。漆黑如墨的暴雨夹杂着冰雹，狠狠地砸在大黄的骨甲上，发出令人牙酸的轰鸣。注意警戒！水里有东西！高压电击枪已经上膛，我站在狂风暴雨的最前端，双眼死死盯着翻滚的海面。突然，手中的血肉锁链猛地绷紧，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从海底传来，差点将我直接拽飞出去。警告：你的精神锚点受到极度残暴的意念冲击，下降5点。好大的力气，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破雨。我咬紧牙关，不顾肩膀上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传来撕裂的剧痛，双臂青筋暴起，死死卡住锁链。透过狂暴的海浪，我隐约看到了一条长着2个巨大头颅，被其如同利刃般切割开海面的恐怖巨影，正借着巨浪的冲蚀，张开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朝我们所在的甲板狠狠扑来。楚西，见他！狂风把我的声音撕得粉碎，迎面扑来的双头巨鲨，体长足有7、8米，它那2张长满锯齿的血盆大口，分别对准了我和楚夏。腥臭的海水混合着令人作呕的腐肉味扑面而来。楚夏没有废话，手中的高压电击枪瞬间击射出一道刺目的蓝色电弧，精准地命中了巨鲨左边的脑袋。巨型鲨鱼在半空中浑身猛地一颤，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被高压电击中的那半边，身体瞬间麻痹，导致它扑击的动作出现了致命的变形，狠狠地撞在了大黄边缘那惨白色的骨甲上。巨大的冲击力震得整个肉质、甲板都在剧烈摇晃。好机会，我眼中血光大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趁着它卡在骨甲缝隙里疯狂挣扎的瞬间，给我咽下去！我举起手中那把破旧的碎发枪，直接把枪管塞进了他右边那颗正在疯狂嘶吼的嘴里。我猛地扣动扳机，这一次，这把破枪奇迹般的没有卡壳，火药在极其狭窄的口腔内部爆开，直接将巨鲨的半个脑袋炸成了烂西瓜。红白相间的恶心液体溅了我一身，巨鲨剧烈的抽搐了几下，庞大的身躯顺着骨甲滑落，重重地砸在甲板上，彻底没了动静。你击杀了双头裂吻魔鲨，深渊变异种，精神锚点下降2点。我大口喘着粗气，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还没等我把气喘匀，楚夏突然像个发现新大陆的疯子一样跑了过来，无视了满地的血污。太完美的变异体了，这肌肉纤维。我像看智障一样看着这个女人。你疯了吧？刚才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还惦记着你的实验？我想提取他的脊髓液和眼球做实验材料，能不能再多杀几只？就在这时，大黄突然发出了一阵极其不安的低鸣，紧接着海面下浮现出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幽蓝色光点，这些光点随着狂风巨浪起伏，如同地狱里飘荡的鬼火。系统那猩红的警告提示瞬间在我的视网膜上疯狂刷屏。警告：你直视了深渊群体污染源。警告：双头裂吻魔鲨属于极度嗜血的群居生物，你击杀的血腥味已经引来了整个鲨群。操！我头皮一炸，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这不是一条，是一群。好！赶紧往大黄的共生舱顶上爬！我一把抓住楚夏的领子，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提了起来，拼命往甲板中央那个隆起的肉质船舱跑去。大黄的骨甲边缘太低了，这帮畜生借着海浪绝对能跳上来。楚夏这下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脸色苍白，但手脚却很麻利，踩着肉质甲板的褶皱，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船舱的顶部。我们前脚刚爬上去，后脚就有几头体型稍小的魔鲨借着海浪直接跃上了甲板，疯狂地撕咬着大黄边缘的肉质组织。大黄痛得疯狂嘶鸣，整个身体在海水中剧烈翻滚。如果不是我们紧紧抱住了船舱顶部的骨刺，早就被甩进满是鲨鱼的海里了。它们只能跳，爬不上来。我死死盯着下方那些不断跃起，试图够到我们的魔鲨。分头行动，你打高的，
我解决掉到甲板上的。我拔出古刀，眼神冰冷。就在这时，一头体型极其庞大的魔鲨突然从侧面的巨浪中破水而出，它没有咬向我，而是张开血盆大口，直奔楚夏所在的骨刺而去。楚夏的电击枪刚好在冷却充能，面对这致命一击，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妈的！你还欠老子游戏没做完呢！我怒吼一声，双腿猛地发力，直接从我这边的骨刺上扑了过去。在鲨鱼咬中楚夏的前一秒，我一把揽住他的腰，将他死死护在身下。巨鲨锋利的牙齿狠狠咬在了我的后背上，直接撕裂了那件简易的防护服，连带着撕下了一大块血肉。我闷哼一声，反手将骨刀顺着他的眼睛狠狠捅了进去。巨鲨吃痛，被大黄愤怒的几根肉质触手死死缠住，瞬间绞碎。楚夏呆呆地看着我血肉模糊的后背，眼神极其复杂。你却在这个时候救我！少废话，抓紧我的药。你最好祈祷你的药剂能救命。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简直就是一场人间炼狱。在狂风暴雨中，我和楚夏背靠着背，依靠着大黄庞大身躯的掩护，与这群嗜血的畜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好在，当丢下了10几具尸体后，这群欺软怕硬的魔鲨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随着一个巨大的海浪彻底隐没在了深海中，风暴依旧在肆虐，但危机暂时解除了。我瘫倒在船舱顶部，大口喘着粗气。楚夏立刻拿出了细胞修复凝胶，手忙脚乱地给我处理后背的伤口。真是个怪物！他看着我那已肉眼可见、速度愈合的伤口，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我没理他，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下方甲板上那10几具魔鲨的尸体吸引了。那是尸体吗？不，那他妈全是单抽的券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跳下船舱，将那些魔鲨的尸骸一具接一具的拖到了巨兽反刍熔炉前。大黄，给老子开吃！老子就不信今天全是白光！我发了狠，将尸体组织全部塞进了投币口，并且毫不犹豫地按下了10连抽的按钮。楚夏站在上面，看着我这副疯狂的赌徒模样，忍不住摇了摇头。巨大的机器剧烈震动起来，排气孔喷出了浓烈的蒸汽。紧接着，在一阵极其耀眼的光芒中，3个散发着各色光晕的球体滚了出来。卧槽，欧皇一发入魂！我看着其中一个散发着浓郁金红2色光芒的球体，兴奋的简直想在雨中跳舞。这是出金了！楚夏也愣住了，他那双隐藏在护目镜后的眼睛瞪得老大。出了什么好东西？想知道吗？我拿着球抛了抛，极其嚣张的咧嘴一笑。求我啊，求我，我就告诉你。切，不说拉倒。楚夏翻了个白眼，转过头去，我美滋滋的捏碎了光球。获得爆炎晶核精品，消耗素材说明克服水生装备的排斥性，可赋予武器或船体强烈的火焰与爆破属性。获得幼时红光神经网良品工具说明。可以安置在星宿边缘，捕获不幸的鱼类。该渔网散发着令正常鱼类极其不安的频段，但会直斗吸引深渊里的畸形生物。获得磨砂皮抗压潜水服普通宝物说明，在水里游泳时速度增加25%，大幅度减少精力的消耗。爽，简直太爽了！欧皇和飞球的区别就在于我在绝境中依然能单车变摩托。有了这些东西，等风暴过去，我绝对能在这片海域横着走。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深渊涡流风暴的恐怖远超所有人的想象。风暴来临的第6天，天空已经彻底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漆黑，没有一丝光亮。狂风达到了12级以上，大黄那庞大的身躯在海浪中就像一片可怜的树叶。我和楚夏躲在共生舱里，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楚夏手腕上的扫描仪突然发出了极其刺耳的警报声，红色的光芒疯狂闪烁，照亮了他惨白的脸。出事了！楚夏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怎么了？又有鲨鱼群？我猛地握紧了手里的刀。不是鲨鱼。楚夏将扫描仪的投影放大在半空中，在这片完全漆黑的迷雾海域图上，我们所在的坐标点周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数百个巨大的红色光点，将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每一个光点代表的体型都远超之前那头双头魔鲨，是深渊裂海巨物的虫巢。它们平时潜伏在万米深的海沟里，只有在超级风暴引发深海地质变动时，才会被逼到海面上来。楚夏抬起头，绝望地看着我。我们的坐标被彻底锁死了，最前方的虫群距离我们不到200米。我走到舱门前，透过缝隙向外看去，在漆黑的暴雨中，海面上隐约浮现出一条条长达100米、浑身长满锋利截肢和恐怖口气的巨型蜈蚣残影，正像绞肉机一样朝着我们碾压过来。我们被包围了。漆黑的暴风雨中，海面仿佛沸腾了，借着偶尔闪过的惨白雷光，我终于看清了把我们包围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那是一条条体长超过100米的深渊裂海巨物，它们暗红色的甲壳在海浪中若隐若现，身体两侧密密麻麻的锋利截肢，就像是一排排疯狂运转的电锯，轻易地将沿途的礁石和浮木搅成粉末。距离200米，
密，并且还在收缩。楚夏死死盯着扫描仪，声音里终于透出了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慌。我们被彻底锁死了，根本没有航线。此时的区域聊天频道里已经彻底变成了绝望的停尸房。天上怎么突然全黑了？我水晶球里全都是红点，我看到虫子了！救命！他一口把我的木筏连带我的下半身咬没了。我不玩了，妈妈，我想回家。我宁愿理智归零自杀，也不要被虫子活吞。八嘎，你们就在里面等死吧，老子已经放弃了。看着频道里飞速减少的生存人数，我狠狠地咬破了舌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些虫子有眼睛吗？我突然转头看向楚夏，楚夏愣了一下，快速在脑海中检索着知识。深海节肢动物通常视觉极度退化，它们应该是靠捕捉海流震动和血腥味来锁定目标的。如果它们能看见，以它们的速度，早就在200米外扑过来了。好，我眼底闪过一丝疯狂的戾气，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之前10连抽弄到的那颗散发着金红光芒的爆炎晶核。既然看不见，那老子就给他们听个响的。我一把将晶核硬生生塞进了那把破旧燧发枪的枪管里。由于晶核的能量太过狂暴，枪管表面瞬间泛起了一层危险的高温红光，仿佛随时都会炸膛。楚夏，去刺激大黄的神经节，让他把航速拉到极限，目标正前方那条最大的蜈蚣，给我直接撞过去。楚夏看着我手里那把随时会爆炸的枪，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疯了，那是自杀，不想死在这就照做。大黄，给老子冲！大黄感受到了我破釜沉舟的决绝，庞大的肉质岛屿在狂浪中猛地一个加速，正前方那条最大的烈海巨无感受到了剧烈的水流冲击，猛地抬起那长满獠牙的恐怖口气，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朝着我们当头照下。就是现在，给老子滚开！我双手死死握住滚烫的枪柄，将枪口直接怼向了巨无的口气，狠狠扣动了扳机，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后坐力瞬间传遍我的双臂，我甚至听到了自己骨骼开裂的声音。紧接着，一团犹如小型太阳般的刺目火球从枪管中喷涌而出，爆炎晶核的威力被彻底引爆，剧烈的爆炸直接将那条100米长的巨无从中段炸成了2截，漫天的残肢断臂伴随着绿色的体液如暴雨般落下。大黄冲出去！大黄顶着爆炸的余波和满天的毒液，庞大的身躯硬生生从那个被炸开的缺口处挤了出去，将两侧试图围拢过来的巨无狠狠撞开。我被爆炸的冲击波狠狠掀飞，重重地砸在共生舱的肉壁上，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喉咙里一阵腥甜。在我彻底失去意识之前，我只听到系统那冰冷而美妙的提示音：恭喜求生者，你已成功脱离深渊涡流风暴区域。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共生舱的地板上，身上的伤口已经被涂上了一层散发着草药味的绿色粘液，虽然依然隐隐作痛，但至少不再流血了。楚夏坐在不远处，手里正摆弄着几个装满绿色体液的玻璃瓶。你醒了？我睡了多久？超过12个小时。你昏过去的时候简直像头死猪一样沉，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你拖进舱里。我冷笑一声，右手猛地从腰间拔出那把古刀。是吗？那还真是辛苦你了。现在给我3个不杀你的理由。陆苍，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在这片海难临头各自飞是常态，但我还活着，告诉我，你留着我到底想干什么？第一，我刚才救了你的命，帮你处理了伤口，这不够。第二，那把燧发枪的枪管已经彻底报废了，而我掌握着周围100海里的雷达视野。第三，我要求我们的星兽进行深度合体。合体？这是次级机械嫁接枢纽，极其稀有的道具，一旦融合，大黄将获得机械化改装的潜力，并且能共享我的雷达视野和实验室功能。更重要的是，合体后只能有1位主控者，我愿意放弃主控权，让你做船长。而我的唯一条件是，你必须提供这头星兽体内被最安全的位置，让我建立专属的星兽研究室。我看着她手里的嫁接枢纽，脑子飞速转动。这女人虽然是个疯子，但她是个极其纯粹的科研疯子，而这正是我目前最欠缺的。大黄虽然能打能吃，但在侦查和辅助功能上完全是瞎子。你最好祈祷你的雷达比你的嘴好用。是否同意4级机械嫁接枢纽融合请求？同意。伴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楚夏手中那颗蓝色的金属核心猛地射出一道光芒，直接没入了大黄的体内。大黄发出一声舒爽的低吼，原本纯肉质的甲板上开始浮现出一些奇异的金属纹路，像是一根根导管般蔓延开来。在共生舱的侧面更是隆起了一个带有合金金属门的独立舱室，那是楚夏梦寐以求的实验室。星兽合体成功，大黄2阶异化种已接入机械神经网，新增特性白海里全息扫描，初级生化实验室。太棒了！楚夏已经迫不及待地冲进了那个新生成的实验室里，而我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物品栏和大黄身上那些因为风暴留下的巨大伤痕，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融合是成功了，但修复大黄破损的甲板和神经网需要大量的变异骨料
和深海铁晶，而我之前的存货已经在升级和抽奖中耗光了。我打开区域频道，硬着头皮发了一条消息：高价回收变异骨料和铁晶，有的私聊代价。频道里一片死寂，刚经历完风暴，活下来的人都自顾不暇，谁还有多余的材料？就在我以为没戏的时候，一条私聊信息突然弹了出来：重装巨鲸号项标，兄弟，刚才系统通报第一个冲出涡流风暴的人就是你吧？真他娘的硬汉！我眉头一挑，有事说事，有材料卖吗？重装巨鲸号项标，哈哈哈，爽快！我这人就喜欢结交硬汉，我这有100个单位的骨料和铁晶，送你了，全当交个朋友。以后要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还望拉一把。伴随着一条交易提示，我的系统背包里瞬间多出了一大堆急需的材料。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豪爽的冤大头。我虽然心里疑惑，但送上门的肉没有不吃的道理。谢了，这个人情我记下了。我立刻将材料投入到大黄的受损部位，伴随着一阵肉质与金属交织的蠕动声，大黄的伤口迅速愈合，体型竟然又大了1圈，航速直接飙升到了80阶。就在大黄修复完毕的瞬间，系统的全服通报再次响起，而这一次的提示却让所有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人如坠冰窟。恭喜各位求生者成功挺过深渊涡流风暴，警告：洋流已改变，你们已正式跨入第2阶段生存区域极寒冰渊。话音刚落，天空中飘下了一朵灰白色的雪花，我伸手接住，雪花落在掌心，却没有融化，反而带来了一股连灵魂都要冻结的刺骨凄寒。我猛地打了个哆嗦，呼出一口白色的哈气。刚才还因为爆炸和战斗热血沸腾的身体，此刻就像是被塞进了冰柜里，甲板边缘的海水甚至开始结出了一层薄薄的暗色冰凌，这就到极寒区域了。我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臂，转头看向刚从生化实验室里探出头来的楚夏，他那件看似破烂的白大褂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在这零下10几度的环境里，他居然连个喷嚏都没打。大黄的表皮是抗寒的，但你不是。楚夏推了推护目镜，而且我的生化实验室现在只是个空壳，我需要你投入资源，彻底激活它的内部设施，这样我才能研发抗寒的基因药剂。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翻了个白眼，刚为了修大黄的甲板，老子差点破产，哪来的资源给你搞装修？那你最好赶紧想办法。楚夏面无表情地指了指远处的冰雾，在这片海域，低温会比畸变怪物更早夺走你的生命。看着他缩回实验室的背影，我咬了咬牙，这女人说的没错，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搞到御寒物资和升级大黄的材料。我走到巨兽反刍熔炉前，之前在涡流风暴里，我趁乱用捕鲸叉钩回了几节深渊裂海巨物的残肢，现在是检验飞球还是欧皇的时候了。天灵灵地灵灵，深渊主宰快显灵，给老子出个好货！我把那几节散发着腥臭味的蜈蚣残肢一股脑塞进了头闭口，狠狠按下了启动键。嗡嗡嗡，熔炉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轰鸣，顶部的排气孔喷出浓烈的黑烟，紧接着2团刺目的光芒滚落了出来。获得裂海巨无的灾厄毒卷真品星兽武装部件，说明可以强行植入星兽的头部，不仅能提高撞击的破坏力，毒卷散发的顶级掠食者气息，还能减少普通深渊生物对星兽的攻击欲望。但请注意，它也可能引起更恐怖的霸主级生物的注意。获得深渊盲盒肉脑中前物资补给，说明打开后可获得大量基础生存物资。极品啊！我眼睛一亮，这毒蕨简直就是开路神器。至于会不会引来更强的怪物，在这破地方畏首畏尾死得更快。我立刻将毒角植入了大黄的头部前端，伴随着大黄一声低沉的嘶吼，一根足有3米长、散发着幽绿色寒芒的倒刺长了出来，配合着他那张深渊巨口，这卖相简直凶残到了极点。接着我划开那个盲盒肉囊，获得高能木料乘200，保暖纤维乘200，深海铁晶乘50，原石晶体乘50。一夜暴富，楚夏滚出来接客！我极其嚣张地踹了一脚实验室的金属门，楚夏立刻探出头，看着满地的材料，眼睛瞬间亮了。我可以激活所有实验舱了！等等，我一把按住材料，求人办事得有求人的态度。我现在的精力值因为刚才的战斗快见底了。天气又冷，你总得表示表示吧？楚夏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从腰包里掏出一个装着浑浊红色液体的烧瓶，这是我刚才用魅灵渊女的剩余腺体提取的初级狂热口服液，喝下去能瞬间恢复你全部的精力，并且大幅度提升体力恢复速度，持续8小时。有副作用吗？我警惕地接过来，有，过量服用会导致神经衰弱。楚夏诚实地回答，算你狠。我仰头把这玩意儿灌了下去，那味道简直就像是在喝过期的辣椒水，混合着汽油，但效果确实立竿见影。原本疲惫不堪的身体瞬间涌起一股暖流，连周围的寒冷似乎都被驱散了不少。我大手一挥，将材料划拨给了实验室，伴随着一阵金属摩擦的声响，楚夏的专属实验室终于彻底亮起了灯光，解决了这边的麻烦。我打开了区域了
天频道，准备搞点御寒的衣物。此时的频道里，一个金色的高亮 ID 正在疯狂刷屏。黎明堡垒，沈天霸，所有求生者注意，我是黎明舰队的统帅。我们舰队不设门槛，只要你交出星兽的控制权限，并上缴所有物资，由我统一分配。我保证你们在这片极寒海域有饭吃，有衣穿。想活命的，向坐标 X382Y531靠拢。我呸！我冷笑一声，交出控制权和物资，这不就是去找个主子当奴隶吗？也就只有那些走投无路的倒霉蛋才会上当。不过，既然这家伙敢大包大揽，手里肯定囤了不少好东西。我立刻给他发了条私聊：陆仓2个月的抗寒口粮，外加2套极地保暖服，再加一个打火机。我用双头磨砂的弱点情报和风暴海域的规避路线图跟你换。对面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被我这狮子大开口给镇住了。黎明堡垒，沈天霸，兄弟，你这胃口也太大了，最多给你1半的物资，外加一个深渊储物腕带，实力方米。至于打火机，现在谁手里有火，谁就能活命，那玩意儿是无价之宝。储物腕带，我眼睛一亮，属下那个空间只有1立方米，我这个足有10立方米。有了这东西，以后物资就不怕堆在甲板上被腐蚀了。成交，很快交易完成。我不仅拿到了一件厚重的深海绒毛大衣，还获得了一个内部空间极大的储物腕带。我把大衣裹在身上，终于感觉活过来了。大黄，继续航行，老子要去钓鱼了。精力充沛的我再次拿起了血肉捕鲸叉，走到甲板边缘。这片冰原海域虽然冷，但水下的生物似乎更加活跃。没过多久，锁链猛地一沉，来货了。我用力一拽，一个沉甸甸的青铜色箱子被我拉上了甲板。进水的青铜宝箱，我看着箱子外表的轮廓，心里一阵狂喜。难道我今天真的被幸运女神眷顾了？就在我兴冲冲地走过去，准备用骨刀敲开锁扣的时候，那箱子突然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咯咯声。紧接着，原本严丝合缝的青铜箱盖猛地裂开，露出的根本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排排错综复杂的猩红獠牙。一条长满倒刺的紫色长蛇，如同毒蛇般朝我面门射来。警告，你遭遇了拟态女巫巨棒，深渊欺诈中，受到严重惊吓，精神锚点下降5点。操，宝箱怪！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出了一身冷汗，精神锚点瞬间波动，但这股惊吓仅仅维持了1秒钟，就被我那病态的洁癖和暴躁给取代了。敢拿这种恶心巴拉的舌头舔老子的甲板！我侧身险之又险地躲过那条长蛇，反手抡起手里沉重的骨刀，借助大衣带来的重量，朝着那张开的蚌壳狠狠劈了下去。坚硬的蚌壳被我劈开了一道裂缝，大量的绿色酸液从里面喷溅出来。我不退反进，一脚踩住蚌壳的下半部分，将碎发枪顺着裂缝塞了进去，再次扣动了扳机。一声闷响过后，这只企图伪装成宝箱的恶心怪物彻底成了一滩烂泥。你击杀了拟态女巫巨棒，这种狡猾的软体动物喜欢收集亮闪闪的东西，去掉腐蚀性内脏后，它的肉质极其鲜美。我忍着恶心，用刀在它那堆烂肉里翻找起来。很快我就摸到了一堆坚硬的物体，获得深渊古币乘600，深渊世界的通用货币，获得渊石星体乘50，获得无瑕的玉盒珍珠，珍品宝物。说明将珍珠泡在一升纯净水中12小时，可赋予水极强的治愈疗效，加速外伤愈合。大宝贝，哈哈哈！我看着手里那颗散发着温润白光的珍珠，忍不住大笑起来。果然，在这片海里，风险总是和收益成正比的。就在我美滋滋的清点战利品时，实验室的门开了，属下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拿着一根试管，眼神里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疯狂。陆仓，你过来一下，你给我的那些材料里有一块带有微量活性的神经元组织，我刚才做了个小实验，我觉得我们可能有麻烦了。我大步跨进处下那刚刚建成还透着一股金属冷硬气息的生化实验室，出什么问题了？大惊小怪的，我裹紧了身上那件厚重的深海绒毛大衣，没好气地问道。话音刚落，我眼前的景象让我猛地停住了脚步。实验室的金属地上散落着一堆被打翻的试管和培养皿，处下蜷缩在角落里，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他原本苍白的皮肤此刻竟然泛起了一层诡异的冰蓝色，甚至连眉毛和头发上都结出了一层细密的白霜。而在我视野的右上角，属于他的组队状态栏正在疯狂闪烁着刺目的红光。警告，你的船员处下精神锚点发生断崖式下跌，当前精神锚点35、80，已陷入深度痴迷与疯狂状态。卧槽，这疯女人的理智上限居然只有80！我瞪大了眼睛，在这个初始精神锚点都是100的求生世界里，上限只有8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天生就在发疯的边缘，疯狂试探。难怪她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解剖和基因改造，这根本就是个先天性的科学狂人。处下，你他妈干了什么？我快步冲过去，一把揪住她的领子，将她提了起来。她的身体冷得像是一块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石头。她艰难地睁开眼睛，瞳孔已经有些涣散，却依然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一个显微镜，嘴角扯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痴汉笑。太美妙了，陆仓，我找到了极寒的艺术。美妙你大爷！我一巴掌拍在他的脸颊上，试图让他清醒一点。哈哈，
楚夏咳出一口带着冰渣的血，断断续续的说道：“你给我的巨无残之力有寄生虫卵，极寒的温度没有冻死它们，反而成了它们的孵化催化剂。它们非常小，通过空气和血液传播。我中招了。”听到这话，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下意识的卷起自己的袖子。系统警告：检测到微观异种入侵，你已感染极寒双之寄虫潜伏期。这种微小的深渊寄生虫会顺着你的血管游走，吸食你的热量，最终将你的内脏完全冻结、掏空，把你变成一具完美的冰雕孵化巢。在我的小臂内侧，隐隐约约浮现出了几条极其细微的，如同蓝色蜘蛛网般的诡异脉络。操，我简直要抓狂了！老子作为一个重度洁癖和强迫症晚期患者，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还在血管里乱窜的脏东西。你这该死的庸医，老子好心给你建实验室，你他妈开局就给老子放生化武器，我气得恨不得直接把它扔进海里喂鱼。闭嘴，我还没死呢！楚夏艰难地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定位仪，塞进我手里。这虫子的母体在附近，蜱虫的习性是趋温的，它们孵化后，母体会散发出一种极其特殊的次声波频段。我的雷达捕捉到了，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去做标点，找到母体，提取双火线体，那是唯一的解药，不然我们都会变成冰雕。说完这句话，楚夏头一歪，彻底昏死过去。我看着他那张冻得发青的脸，又看了看自己手臂上正在缓慢蔓延的蓝色网纹，气急反笑：行，算你狠，这笔账老子记下了，等解了毒，老子非得让你给大黄产1个月的大粪。我一把将楚夏扔进实验室的恒温舱里，把温度调到最高，然后大步冲出舱门，来到了风雪交加的肉质甲板上。大黄别睡了，干活。大黄显然也感受到了极寒的侵袭，庞大的身躯有些萎靡不振地趴在海面上，肉质甲板的边缘甚至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甲。我咬了咬牙，从储物腕带里掏出之前开箱子剩下的最后2块深海磷石，这玩意儿是生火的绝佳材料，蕴含着极高的热量。我跑到大黄的头部，直接掰开他那张布满利齿的深渊巨口，像塞药丸一样把2块磷石狠狠塞了进去。咕咚，大黄一口吞下，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紧接着他的胃部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肉眼可见的一股暗红色的高温从他的腹部亮起，顺着他体表的纹路迅速蔓延全身。大黄发出了一声极其舒爽的咆哮，就像是大冬天喝了一大口滚烫的烈酒。甲板边缘的冰甲瞬间融化，升腾起大片白色的蒸汽。给老子朝着这个坐标全速前进！大黄那高达80阶的恐怖航速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发，庞大的身躯如同一艘破冰船，在漆黑的极寒冰原中狂飙突进。大约航行了3个小时，前方的冰雾终于散开了一些，一座巨大的宛如冰山般的岛屿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但当我通过大黄的雷达视野将图像放大后，我的呼吸不由得停滞了一瞬。那根本不是什么岛屿，那是一头体长至少超过500米的未知深海巨兽的尸骸。它庞大的身躯被厚厚的冰层彻底封死，半个身子露出海面，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冰川岛屿。尸骸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巨大窟窿，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啃食出来的。原来这就是蜱虫母体的老巢，把霸主级巨兽当成培养皿，真够恶心的。我操控着大黄靠近这座巨兽冰岛的边缘，大黄显然对这具散发着恐怖威压的尸骸感到极其不安，死活不愿意再靠近。行了，你就在这片相对温暖的水域待命，要是敢跑，老子回来就把你炖了。我安抚了一下大黄，紧了紧身上的深海绒毛大衣，提着骨刀纵身跃上了那具被冰封的巨兽尸骸，脚下的触感坚硬而湿滑。我顺着巨兽尸骸上的一个巨大窟窿，小心翼翼地往内部走去，里面的空间大得惊人，宛如一个巨大的冰下溶洞，周围的冰壁上隐隐透出巨兽那粗壮的肋骨轮廓。没走多远，我就在冰面上发现了一排凌乱的脚印，有其他求生者来过。我顺着脚印往前摸索，在一个巨大的冰柱后面发现了一艘被彻底冻结的2级木帆船，船帆已经被撕成了碎片，甲板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而在帆船的驾驶室里，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厚重防寒服的人影，正背靠着船舵坐在那里。我握紧骨刀，放慢脚步靠了过去，一动不动。喂，兄弟还活着吗？我用刀背敲了敲驾驶室的玻璃，没有回应。我一把拉开驾驶室的门，那具尸体随着我的动作直挺挺地倒在了甲板上，防寒服的兜帽随之散开，露出了一张惨白干瘪的脸。他的眼睛暴突，嘴巴大大的张着，仿佛在生前经历了极其恐怖的窒息。但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具尸体太轻了，轻的就像是一个空壳。我忍着强烈的不适，用骨刀挑开了他胸口的衣服。警告你直视了恐怖的寄生惨状，你的精神锚点下降5点。衣服下的景象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个人的胸腔已经完全塌陷了，皮肤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冰蓝色。透过那层薄薄的皮肤，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的体内没有任何内脏，心、肝、脾、胃、肠道全都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如同虫卵般挤在一起的幽蓝色冰晶。而那些冰晶正随着某种
种诡异的频率，发出极其微弱的咔嗒咔嗒声。他体内的器官全被那些微观壁虫给吃空了，它们在他的壳子里产卵休眠。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就是楚夏说的孵化巢。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小臂内侧传来一阵极其尖锐的瘙痒感，那种感觉就像是有成百上千只极小的蚂蚁正在顺着我的血管往心脏的方向疯狂啃咬。警告：极寒环境激活了你体内的寄生体，极寒霜之寄虫开始苏醒，你的体温正在快速流失，气血值下降。操！我一把扯开袖子，只见手臂上的那片蓝色网纹已经开始向外凸起，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皮而出。但在这一瞬间，我心中的恐惧被一种更加狂暴的情绪彻底掩盖。那是我瘫痪12年，每天被护工粗暴擦洗身体所逼出来的极其病态的身体掌控欲和洁癖，在老子的身体里搞违章建筑，谁给你们的胆子？我双眼瞬间变得猩红，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古刀的刀尖对准了自己手臂上那块凸起的蓝色网纹，狠狠地划了下去。鲜血飞溅，但流出的血液却不是红色的，而是带着冰渣的暗蓝色。给老子滚出来！我咬紧牙关，利用狂热铲屎官在极端情绪下带来的痛觉屏蔽，将手指硬生生抠进了自己划开的伤口里，顺着血管的走向，粗暴的、疯狂的往外挤压。伴随着一阵极其细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一团团散发着寒气的蓝色粘液混合着黑血，被我硬生生从血管里挤了出来，甩在冰面上，瞬间失去活性。这种违背了生物常理、粗暴到极点的物理驱虫法，恐怕也只有在天赋的加持下才能做到。我看着手臂上不再凸起的血管，喘着粗气，眼神冰冷地看向冰洞的最深处，那里的温度低得让人灵魂发颤。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今天这事儿没完。我提着刀，大步朝着巨兽残骸的最深处走去。越往巨兽尸骸的深处走，那种连灵魂都能冻僵的凄寒就越发刺骨。我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离开口鼻的瞬间化作了冰渣，速速地往下掉。如果不是之前喝了楚夏那瓶初级狂热口服液，我现在的血液恐怕早就停止流动了。冰洞的尽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枪室，这里应该是这头史前深海巨兽的心脏位置。而此刻，那颗早已干瘪的巨大心脏上，正趴着一团散发着幽蓝色光芒，宛如一座肉山般的恶心软体生物。它的周身长满了成百上千根半透明的输液管般的触须，深深地扎在巨兽的心脏里，不断地汲取着残存的深渊能量。警告：你遭遇了极寒霜之气虫母体，首领级畸变体，它正在释放次声波频段，试图唤醒你体内的微观幼虫。汪！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扫过我的身体，我刚刚被划开的小臂伤口处再次传来了一阵极其难忍的剧烈麻痒感。那些原本被我挤掉大半的残存幼虫，竟然开始疯狂地朝着我的心脏方向发起了最后的冲锋，真他妈是阴魂不散！我眼底的猩红之色再次翻涌而起，在那股几乎要将人逼疯的麻痒和极寒中，我瘫痪12年积攒的狂躁被彻底点燃。老子今天就算把血放干，也要把你这头烂肉给剁碎了！我没有退缩，反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提着那把满是豁口的古刀，顶着足以冻结关节的奇寒，狂奔着冲向了那座蓝色的肉山。提虫母体显然察觉到了我的敌意，它那肥硕的身躯猛地一阵蠕动，数百根半透明的触须如同长鞭一般，夹杂着凌厉的风声，劈头盖脸地朝我抽了过来。触须抽打在我的深海绒毛大衣上，瞬间撕开了一道道口子，恐怖的低温顺着伤口直接侵入肌肉。但我现在的状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疼，狂热铲屎官，给我开！我在心里怒吼。在极度的强迫症和杀戮欲的支配下，我的动态视力被拉升到了极致。我一个滑铲躲开正面抽来的10几根触须，手中的古刀接着前冲的惯性，狠狠地切入了母体边缘的一团软肉中。噗嗤，腥臭的蓝色体液如同喷泉般爆开，淋了我一身，瞬间在我的衣服上结成了一层坚硬的冰甲。母体发出一声极其尖锐的惨叫，整个冰洞都在剧烈颤抖。它似乎怒了，所有的触须猛地收缩，然后如同暴雨梨花针一般，从四面八方将我彻底封死，避无可避。想冻死老子，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我根本没打算躲，我直接放弃了防御，任凭那些触须贯穿我的左臂和肩膀，将我整个人死死地钉在了母体的肉壁上。哼！我吐出一口带冰渣的鲜血，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极其残忍的狂笑。借着被钉住的姿势，我腾出完好无损的右手，反握古刀，对准他肉山最中心那个正散发着忽明忽暗火光的器官，狠狠地捅了进去。给老子死！我握着刀柄，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狠狠一脚，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裂声，母体发出了最后一声凄厉的哀鸣。那些贯穿我身体的触须瞬间失去了力量，如同死蛇般软绵绵地垂了下去。你成功击杀了极寒霜之地虫母体，你完成了一次极其惨烈的首领战，深渊对你的疯狂表示敬畏。我从肉壁上滑落，大口喘着粗气，用颤抖的手从母体的尸骸里硬生生抠出了一块散发着奇异红蓝色光芒的拳头大小的肉核。获得双火圣体真品解毒。
毒进阶材料，说明蕴含着极寒与极致、炽热两种冲突能量的特殊器官，生吞可解百毒，或可用于凶兽的高阶改造。终于到手了，我把腺体塞进储物腕带，看了一眼周围，开始因为母体死亡而逐渐崩塌的冰洞，毫不犹豫地拖着重伤的身体，踉踉跄跄地朝着外面跑去。回到大黄的甲板上时，我几乎成了一个血人冰雕。大黄看到我的惨状，发出了心疼的呜咽声，用他温暖的肉质触手，小心翼翼地把我卷起，送进了生化实验室。实验室里，楚夏已经被冻得几乎失去了生命体征，恒温舱的最高温度都无法阻止他体表的冰层蔓延。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掏出骨刀，把那颗双火腺体切下了一小半，捏开他的嘴，粗暴地塞了进去。然后我把剩下的腺体顺手扔进了外面的巨兽反刍熔炉里。大黄，这玩意儿大补，给你当饭后甜点了。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楚夏体表的冰层开始迅速融化，他猛地咳出一大口黑色的冰渣，原本微弱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有力，甚至苍白的脸上还浮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红晕。你居然真的把母体杀了！楚夏缓缓睁开眼，看着满身是血，正靠在实验台边抽搐的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震撼。废话，老子说要让你给大黄产1个月的大粪，你就绝不能死在今天。我咧嘴一笑，扯动了脸上的伤口，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赶紧的，看看你这庸医有没有什么能治外伤的存货，老子快失血过多死机了。楚夏没有像往常一样顶嘴，他默默地站起身，打开了一个隐藏的冷柜，拿出一支散发着金色光芒的针剂，亲手打进了我的静脉里。这是我压箱底的高阶生命原液，你救了我一命。楚夏轻声说道。我们俩亲了，原液入体，那种枯木逢春的恐怖治愈力，让我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痂。更神奇的是，我感觉自己体内那些潜伏的微观幼虫，在这股强大的生命力和双火腺体的双重绞杀下，彻底灰飞烟灭。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大黄极其兴奋的惊天怒吼。后，我和楚夏对视一眼，立刻冲出实验室。只见大黄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融合了双火腺体和母体残骸后，它的肉质甲板下方竟然生出了一层宛如熔岩般暗红色的血管网。这层血管网散发着惊人的热量，将周围靠近的极寒冰水瞬间蒸发成了漫天的白雾。更夸张的是，他头部那根幽绿色的灾厄独角上，此刻竟然缠绕着一层淡淡的红蓝色火焰。星兽盲目吞噬者3阶，双火暴君形态，耐者气血3圈，流动航速100节，特性解锁双火引擎，无视极寒环境，自带内循环供暖系统，破冰冲刺，借助独角与高温，可轻易撕裂冰川。哈哈哈，大黄干得漂亮！我站在温暖如春的肉质甲板上，看着周围那些原本致命的冰霜在靠近大黄时瞬间融化，忍不住放声大笑。别人在这片极寒冰渊里冻得像条狗，还要小心翼翼地躲避怪物，而我直接把星兽改造成了一个自带暖气的破冰战舰。楚夏站在我身旁，看着脚下这头完美融合了生物学与机械神迹的巨兽陆苍，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狂热。我有预感跟着你，我能见证这片深渊里最伟大的生命进化史。进化！我迎着极寒的冰封，看着前方那无垠的隐藏着无数致命危机与宝藏的广阔冰海，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只有病态的兴奋。我不管什么进化不进化，瘫痪了12年，好不容易能站起来。既然老天爷让我来到了这个见鬼的世界，那我陆苍就要做这片深渊里最大的祸害。大黄给我撞开前面的冰山，咱们全速起航。轰！伴随着大黄摧枯拉朽般的撞击，挡在前方的巨大冰川轰然碎裂，漫天的冰屑与蒸汽中，一头狰狞的深海巨兽载着2个疯子，正式踏入了这片残酷求生世界的更深处。